主题呢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我本来没有想要来北欧交换的，反正在各式各样的阴错阳差之下呢，我就来了瑞典。当初之所以决定来瑞典，有一部分是希望可以挑战自己，然后知道自己怎么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。所以第1个月真的是蛮混乱的，第2个月之后开始慢慢适应这边的环境，直到第3个月之后就发现说，我怎么从 E 人变 I 人了？之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都是测 ESFP 或是 ENFP， 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再测一次，发现我是 INFP， 我觉得好扯哦。在测的当下，其实自己就有预感说人格会变成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自己是猜测，应该是因为我是在瑞典，我是在北欧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来北欧交换3个月之后，很明显感受到的几个改变。第一个呢是活在当下，勇敢尝试挑战，踏出舒适圈。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很多交换生都会感受到的一个点。除了必要的一些入境啊什么这样的手续之外，我其实对瑞典的整个文化或者整个社会氛围啊，整个环境，我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一点的研究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去适应的每一刻，因为陌生，所以就是更包容，愿意尝试所有事情。我觉得有点像是说，因为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完全不会害怕。就有点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吧，你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了解，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危险，什么是可怕，你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担心，所以你就是会一直往前冲，把握每个时机，然后好好的去享受所有的情绪，不管是焦虑、害怕、紧张、兴奋、刺激、恐惧之类的，很勇敢的去接受当下的自己。我也告诉自己说，因为是交换只有这一年，所以这年可能是你人生中唯一一年可以这么自由自在，完全无所顾忌的时候，所以我很努力的告诉自己说，要勇敢踏出去，尽量去参加不同的活动，认识来自各国的学生，不要害怕。然后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其实生活没有一定要怎么样，不需要汲汲营营的去面对所有事情，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先来后到，所有事情都会在对的时间里出现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就慢慢的意识到，原来其实生活会有这么多的选择，原来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其实内心就会很富足了，不需要一直去往外寻找，去抓着什么东西，其实往内寻找，收获的更多，会更加的心满意足。我觉得这个改变比较是属于外在的，我觉得交换生都会遇到的一个挑战，你会一直遇到新的人，在面对新的人跟在面对旧的人之间，你要怎么去抓住那个你想抓住的？因为我很相信能量场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，要努力靠近那些拥有你想要的特质的人，不知不觉你就会潜移默化成那样子。我蛮欣赏那些勇敢活在当下，勇敢做出尝试的人，不管是跳脱舒适圈去做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独旅啊，认识新朋友，或甚至是打入一个完全没有认识的人的社交圈，我觉得都很勇敢。来北欧交换之后，这一点我蛮努力的。然后第2点呢，就是学会享受孤独，减少无效社交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北欧，还是因为我在瑞典，还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我不知道。刚开始第1个月是因为忙着上瑞典语的课，还有适应环境，又或者是说因为我手机坏掉。反正总之第1个月的时候，我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使用手机的频率大大的下降，大概降了至少80%左右。我觉得那个降是好的，就是我会更加的专注在自己身上，好好的跟自己相处，跟自己对话，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减少内耗跟比较。当然我也有想过，是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异乡，我没有什么好可以比较的，又或者是说瑞典跟台湾真的很远，完全没有想过，或是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，因为我人已经在瑞典了，大家都还在台湾，那种比较其实是无意义的嘛。当然我有时候也会想说，我很怕跟台湾脱节，来交换1年其实很长，等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周围的朋友可能都已经工作1年，又或者是有稳定的人脉、稳定的工作，我这个1年就这样在国外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我也不属于台湾，那我是谁？当我没有一个稳定的路可以走的时候，我该做什么选择？我又会是谁？我觉得这个蛮玄的，在思考这个过程中，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挖深自己内心想什么。就像很多人会说，其实来交换，你以为是往外看世界，其实更多的是往内看你自己，慢慢了解到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你会怎么利用时间。当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的时候，你又会怎么做？慢慢的学会享受一个人，享受孤独。我会很明
确地做出取舍。我会知道说什么时候的我是想要跟人待在一起，什么时候的我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相处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就会慢慢过滤、代谢掉无效的社交，你会更看清楚你跟什么人是怎么样的社交，哪些朋友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，哪些朋友是属于可以深入聊天、深入相处的。你会找到一个人与人之间非常适当的距离。其实我有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交换生很少，又或者是说瑞典的社会环境偏冷一点，你其实很难遇到人，你很难真正打入某一个完全陌生的群体，你还是会有一个交换生的小圈子，一个你不知不觉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社会网络。除此之外就没有了。很外向的人如果来到北欧的话，应该会很恐慌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你都要跟自己一个人相处。这里地很大，空间很大，像我一个人有20平的房间，其实你遇不太到人。在这样的一个空旷的环境里，怎么好好跟自己相处，真的蛮重要的。会慢慢的学会找事做，享受一个人的时刻。第3点其实有点延续上一点，来北欧3个月之后，学会了如何好好生活，好好过日子，甚至养成新的兴趣。课业压力其实没有在台湾这么重，那我又是一个不太会一直翘课的人。好，我很努力翘课，但我不会翘课。在北欧交换，你要学习怎么平衡兴趣、工作、读书、运动、煮饭、洗衣服、做家事，还有社交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好，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关系，可是因为我在台湾是完全没有花时间煮饭的人，现在台大是住宿舍，我完全没有那个时间或心力去想自己煮饭这件事情。但是来这边之后呢，一来是外食的选择很少，又很难吃。瑞典真的没有好吃的食物，不要再问我没有好吃的食物。如果你想吃好吃的食物，你就要自己煮。身为一个不爱进厨房，也没进过厨房，也不太喜欢进厨房的人，真的是蛮辛苦的。刚开始的时候需要花蛮多时间去研究食谱，跑亚超啊，你又要想去认识新的食材，反正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。当你有时间煮饭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没有时间读书。当你有时间读书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社交。这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我其实以为我会很讨厌这样的生活。对以前的我来说，可能生活就只是读书、找工作，然后完成所有事情。可能偶尔可以有花一点时间去兴趣，可是我没有真正静下来去平衡说，我要花多少时间做多少事，我要怎么跟这些东西相处，我要用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我做的每一件事情。以前的我很难睡好觉，我通常都是全身疲惫的爬上床，直接倒头就睡。起床之后全身还是很酸痛，但是来北欧3个月之后呢，我发现我的睡眠品质变得更好，睡得更舒服，整个人身心其实蛮健康的，很放松，花更多时间跟自己对话，好好的去享受生活，享受做家事的过程，享受跟大家社交的过程，把所有时间都完善的分配，然后抓在刚刚好的时间点中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社交疲乏。同样的，瑞典地这么大，这么冷漠，所以就算你很跟大家疏离也没有关系。在北欧这3个月之后，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所以呢，我竟然开始学起了织毛线。我现在毛线还在缓慢的织的过程中，不知道圣诞节前有没有可能织完一条围巾。因为随着越来越到冬天，日照时间越来越晚，所以有太阳的时间越来越少。那从8月到现在，只要是有太阳的时间，我都尽可能的让自己出门。所以我就蛮开始享受一个人出门，走到宿舍附近的森林，骑个脚踏车到附近的湖走一走，吹吹风，拍拍照。瑞典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在大自然中你就会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。那接下来呢，这2点其实有点负面，但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兢兢业业、非常的有计划跟规划的人的话，可以听听看这2点，也许会打消你想要来北欧的念头。首先呢，就是这里好山好水好无聊。我现在在林雪平，又不靠海，然后又不像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一样交通方便，到处去哪里都可以。林雪平就是一个乡下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林雪平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，但它就是乡下。在乡下的生活就是风景很优美，环境很清幽，到处都有可以健行的步道，到处都有可以走路的小径。夏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，到初秋的天气也是非常的舒服，所以你很容易就这样吸收了维他命 D， 放空，什么事都不做。所以如果是那种非常兢兢业业的人，可能就会觉得啊，我什么事都没有做。我原本计划了很多我想要来瑞典做的一些事情，但我发现我就这样默默的把时间虚度掉了。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奢侈，但其实当下真的很快乐，你可以感受
到什么叫做最淳朴的快乐。好天气，好心情，好舒服，你就觉得这就是人生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从 E 人变 I 人嘛，发现说不需要跟人相处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我就发现我慢慢变得越来越宅。那个宅比较像，不是说都窝在房间不出门，而是我不会这么急切的想要跟人互动，或者说去社交，去认识新朋友。交换生的圈子就是那样，你很难再遇到更多的人了，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需要跟太多人相处。再来是交通真的很不方便，不管去哪里，你都要骑脚踏车。你如果要去首都，你也是要搭3个小时的 FlixBus， 搭1个半小时的火车，因为票价很高昂，所以比起花那个钱去一个城市，会觉得说待在自己的宿舍去探索零水平，就会让你觉得很满足。而且其实接下来到冬天了，天色越来越暗，每天就是8点日出3点日落，没有日照的话，你也不会想出门。你觉得外面超暗的，就算有路灯，你还是觉得很暗。我相信所有到欧美国家交换的学生都会有一样的感觉，想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。夏令时间的时候，瑞典跟台湾的时差是6小时，那冬令时间的时候，瑞典跟台湾时差是7小时。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当你上完课回到宿舍，你想跟家人聊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半夜了。唯一重叠的时间只有瑞典的下午跟台湾的晚上，那通常都是我要上课或是要出去采买的时候，所以你很难跟朋友视讯聊天或什么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其实你想家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学会一个人解决所有情绪，当然不是说没有朋友，这里还是有留学生的一个小小同温层。就算这样，面对所有事情，面对所有挑战的人，始终都是你一个人。特别又是在北欧这么冬天日照这么少，天气这么寒冷，下雨下雪融雪乌云笼罩的地方，真的是要学会怎么在这样的环境生存下去。其实我蛮能感受到为什么大家就会说北欧很忧郁。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的话，真的会很孤单。如果是那种中欧或是西欧或南欧交换的学生的话，可能当地的人还蛮热情的，不太会觉得说很有距离感。但是在北欧，其实大家就是各自做各自的，很冷清很冷漠，大家很 nice 没有错，但你感受不太到那种台湾人的温暖。所以其实来交换之后，蛮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想家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时候我就是打开 LINE 想要打电话回家，然后就会发现说不对耶，现在他们那边已经凌晨了，这个时间打好像不太好啊，或者是说可能半夜想要跟朋友视讯，然后才发现没有他们那边还在凌晨，还没有前亮。所以就是北欧很美很冷，风景很漂亮，夏天的时候非常的温暖，你可以享受非常棒的氛围，到家里附近的森林里面散步，心血来潮跟朋友约去某个森林里面露营，都是蛮棒的。但是直到秋天冬天的时候，就会越来越感受到寂静跟冷清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很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的人，就像我在台湾，只要一下雨就会头痛。我在这里虽然没有到这么严重，但是只要是没有太阳的时间，我其实心里都会有点小闷闷的。可能是因为我想要出去玩的欲望没有非常的大，所以我花蛮多时间待在瑞典的，花蛮多时间跟这个地方相处，去观察这个地方，去认识这里的人。总之就是呢，我还蛮惊讶，我来瑞典交换3个月之后，整个人从外向变得越来越内向，从 E 变成 I。 在分享这么多以后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我说我很犹豫要不要拍这支影片，因为既然变成了 I 人，就变得很不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很不想要一直在社群媒体上曝光。另一个我又告诉自己说，身为一个非常健忘的人，那是一个最有效帮助自己记忆的方式。我在把拍这支影片的想法跟我的德国朋友分享的时候，他们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。因为如果你是内向的人的话，你应该不会想把这些心情跟大家分享。所以等于说我其实是一个现在有点 I 大于 E 的状态。那我最后之所以决定把这支影片拍下来记录起来呢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会想要好好记录下这个时刻的我可以这么的想。因为也许1个月之后的我心情变得不一样，也许1个月的我遇到了什么事情之后，我又会有一个全然不一样的改变。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带着我现在的这个状态，明年把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带回台湾。
再来呢，就是也希望把我现在所感受到的事情跟我在台湾的朋友们分享。总之，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来北欧交换3个月之后的改变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希望我能快点剪辑上片，带给大家看一下黑妹。拜拜。